宗教通常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具有多重教派分支的印度教更是如此。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是印度教苦行僧，一种常见于印度及尼泊尔地区的印度教信徒。苦行是很多宗教的修行方式，在印度教可以说是将这种修行方式更加发扬光大了。尤其在印度及尼泊尔等地区最多，他们认为人的躯体承载着罪孽，因此需要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和心智，可以更快从轮回里获得解脱，得到神的指引。而这些苦行僧通常也都曾有过普通人的生活，像是求学、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在某天顿悟了，就切断与世俗的一切连结，远离钱财和他们的亲人，就这么踏上成为苦行僧之路。网络上最有名的莫过于将右手举起10几年不放下的苦行僧阿克拉，如今右手已经固定、发黑、萎缩。他日前受访时表示，这么做是为了让神明注意到自己。另外一位也是以举手40几年闻名的苦行僧巴拉蒂，他在受访中表示，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想达成世界和平的愿望。苦行僧们对教义的理解以及实践信仰的方式不同，分化出许多派系，像是穿不穿衣服就可以分成常常裸露身体的天衣派，相反以穿着黄色布料为主的就是青衣派。而其中最为极端的是有着食用人肉及人骨祭祀习惯的一支分派教徒爱古里人。爱古里人多数生活在恒河流域的圣城瓦拉纳西。众所皆知，恒河是印度教徒眼中的圣河，当然火化的场所也是紧邻恒河，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能够更圆满。但有很多火化不完全或是根本未经火化的尸体会漂流在恒河，像是一些穷人或是无家可归、病死、饿死的人。爱古里人信仰死者的力量，他们会从恒河中捞起尸体，分解人肉来吃。他们认为尸体是神的礼物，因为他们有吃人的习惯，所以大多数其他教徒谴责他们不属于印度教徒。他们也会借由吸食大麻、喝酒，借此感受脱离肉身、接近神明的感觉。据说他们是刻意要被人们看成社会的最底层，所以常常蓬头垢面，蓄留着长发。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对于麻风病患者很照顾，也设立了病患隔离区，默默对社会进行了贡献。要成为爱古里人，首先必须找到一位导师，并按照导师的吩咐去做事。接着找到火化前的人类头骨，制作成一个被称为 kapla 的头骨碗，用来喝水和进食。爱古里人在冥想期间会坐在尸体上，还会将骨灰涂抹在身上。教派中的大师认为，教徒应该在火葬场度过他们的一生，并且只通过头骨碗来吃喝。目前的爱古里人数量已经非常稀少。尼泊尔的帕斯帕提纳特神庙在巴格马蒂河沿岸建立，是当地的圣河，也是恒河的支流之一。很多来自印度的苦行僧们大量聚集在此地，这里是尼泊尔的印度教徒举行露天火葬的场所。上游处的往生者火化之前，会先用河水洗过脚，经过一些仪式之后接着火化，但同时下游也有居民在用河水洗碗、洗衣。自1979年以来，这座寺庙建筑群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很多观光客也会来此观看当地火葬文化及苦行僧。寺庙的主要节日就是湿婆节，这一天会有超过100万名以上的信徒前来朝圣。湿婆节当天，各处云雾缭绕，到处都是吸食大麻的苦行僧。本来透过大麻修行的行为是合法的，但自2018年开始，警察开始有权利抓捕这些大麻使用者。苦行僧们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展示他们的苦修成果，也就是现场表演肉体折磨。而这些人流通常要1个月以上才会慢慢散去。世界上的宗教千百种，任何宗教信仰都有其长远的累积。尽管是透过苦难来修行，他们也是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朝着目标在活着。以上就是关于苦行僧的新奇故事，这是我的第3支影片。喜欢今天内容的，再帮忙点一下赞，能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更开心。新频道真的是好难做呀，感谢支持。